燃灯淡然道：天庭做事竟是这般粗心大意，竟让各路有志之士在此地哭等。正此时，一声轻笑自正门之内传来，却见那名身着战甲、蓄着美髯的中年道者迈步而出，自是赵公明出迎。歌舞且停！赵公明轻喝一声，起舞的仙子们左右退下，乐师们也摁住琴弦，堵住笛眼。随之，赵公明对着燃灯拱拱手，又向着四面八方的人影各自见礼，笑道：副教主与各位仙士请了。贫道截教赵公明，受水神之请，在此接待各位啊！刚才不小心打了个盹儿啊，让各位久等，还请恕罪，恕罪呀！周遭众仙忙回：拜见公明前辈，我等也是刚到。前辈，您当真折煞我等？家师当年听过您在蓬莱仙岛讲道。我们再等一阵，再等一阵。燃灯不动声色，静静地坐在那儿，与周遭那些寒暄的仙人们完全是两个构图。赵公明笑道：立这座大阵其实是怕坏了其内的布置，各位稍后都别急着入内啊，先看清楚才是。这话中暗示绝对是满分呐！而聚在此地的仙门势力代表并无太多痴傻之人。随后赵公明转过身来，手中的玉符轻轻捏碎，笼罩整座大莲台的光幕缓缓消散。众仙定睛一瞧，尽皆有些愣神儿。本已经是做足了准备的燃灯道人禁不住眉头大皱，看前方，一只只五彩缤纷、数丈直径的圆布球悬浮在莲台正上方，其下挂着一幅幅红绸大字。中布球正面画着燃灯道人，下方挂着的大字都是些阐教副教主，反香火神国急先锋，与西方教抗争到底，贫道与西方教不共戴天等等。莲花台居中的飞天圆台侧旁还挂着燃灯道人的全身画像，场中摆着的花海用黄花绿叶拼出了燃灯道人的面容，就听得砰砰几声，上方一朵朵白云炸散，云雾凝成了一排巨大的字眼：热烈欢迎西方教克星远古大能阐教副教主燃灯前辈出任仙盟盟主之位。燃灯眉头不断的跳动，脸已经黑成了锅底，但是又迅速的稳住心态，恢复成此前波澜不惊的模样。周遭众仙各自轻叹，有意说一些赞颂燃灯道人的话语，反正这般话语也不用费灵石。人群之中的九巫一阵纳闷，而白泽却是面露微笑，观察着燃灯的表情，就特别好玩。燃灯师叔，这般布置您看着可还满意？让长庚师侄费心了。燃灯道人的嗓音颇为平淡，又道：贫道不过是虚长一辈，不值得长庚师侄如此花费心思。哎，燃灯师叔可莫要小看了自己，这次请您过来，主要因您是阐教副教主，德高望重，能做到阐教副教主可不简单呐。据非外人所说呀，您是靠远古与三位老师的交情才有今日的。燃灯道人面露微笑：可否进去了？燃灯师叔请。赵公明侧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燃灯坐在云上缓缓前行，但他飞了不过数十丈就停下了云头，转身看着这成片的仙人。赵公明暗自挑眉，心底泛起了李长寿此前所说的几句话语。燃灯道人一来，定是要以收买人心为主。老哥，你请他入内之后，若他不开口说话那就罢了，按正常流程走。若他开口请各方势力入内，老哥你且静观其变，看看有多少人会跟他进入会场，安排这些人坐在正西方的区域。而此时燃灯果然开口了：各位也莫要在外哭等了，不如一同入内。言罢，燃灯驾云飞向莲台正中，而后方的众仙人有数百人下意识的要跟随，但他们大多被侧旁之人阻拦，道道视线朝着赵公明汇聚而来。
赵公明却是含笑不语，背负着双手静静而立。到此时，只有数十人从各个方向进入莲台上空，而这些人中半数都是如梦初醒，一个个想要后退，又不知道该如何回头。燃灯见状没有任何表示，朝着飞天台缓缓落去。待燃灯孤零零地坐稳盟主宝座，那数十人被几位天涯阁友情赞助的仙子引去了正西方的座位。稍顷，又有数百名仙人站了起来，主动入内，同样被引去了正西方的区域入座。他们力挺燃灯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正此时，就听得一声高呼：“天庭特使到了！”众仙扭头看去，却见天边飞来一朵小破云，云上站着3位其貌不扬的金仙境天将。待他们飞近，侧旁乾坤被划开了一道缝隙，凝成了一张简单的门户。白发白眉的天庭水神自其中走了出来，行色匆匆，面露疲倦。哎呦，还好赶上了，几位将军一路辛苦。3位天将齐齐抱拳低头，中气十足的大喊：“拜见水神大人！”李长寿转过身来，从眼神到嘴角都带着几分惊讶，演技可谓是炉火纯青。各位都到了。此地众仙纷纷掉头行礼，一声声呼喊迎面而来，颇为嘈杂。水神大人，那我等应约而来。我等水神大人，贫道的仙门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啊！就是硬生生被他们赶出了原本的地界。李长寿驾云落到与众仙持平的高度，对着各处喊道：“大家先静一静，先静一静。今日咱们聚在此地，结成仙盟，就是为了对抗香火神国。今日不管各位有哪般诉求，都可以提出来。天庭如今刚刚兴起，对3000世界实在是力有未逮，希望各位能理解支持。咱们都是人族出身，庇护凡人是咱们分内之事，如何能让凡人被这般愚弄？”一时之间，群仙激愤，大有现在就要去跟香火神国拼了的架势。李长寿双手抬起，慢慢下压，随着他的手势，漫天的仙人再次安静了下来。群仙几乎屏住呼吸，让此地落针可闻。一位仙人喊道：“水神，这10年来您四处走访，劳心劳力，才将我们这些只懂修行之士聚在一起，您为何不做这仙盟盟主之位？”各位，还请听我解释。这一来我是天庭正神，若再任仙盟盟主，有违天庭规矩；二来，我虽得大法师提携，拜入老师门下，但也只是道门2代弟子。若与那些香火神国背后的势力交涉，尚有些辈分不足，故我东走西走，请来了燃灯副教主担任咱们仙盟盟主，又请来道门几位法力高强、神通广大的师兄师姐做咱们的副盟主。不过大家放心，仙盟是各位的仙盟，是与香火神国抗争的仙盟。我请来的道门各位大能，只是为咱们撑场面、壮声威、斗强敌。平日里真正管事的第7到第18，总共12名副盟主之位，由大家今日推举出来。具体事宜，咱们稍后详细商谈。李长寿话音落下，云上众仙齐齐称是。这些内容，与他们在天涯秘境与李长寿的指导人接洽时所得知的相差无几。赵公明笑道：“也就是长庚你去请，不然贫道可不接这般苦差事。”众仙闻言大多露出笑意。李长寿带着3位天将驾云向前，众仙齐齐后退，让开一条大路。李长寿边走边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仙盟今日也要定下一些规矩才是。我可以对各位明说，玉帝陛下派了我跟3位将军前来，只是做个样子，不直接参与仙盟的运转，只行监察之权。此举不过是为了提防仙盟变味儿，或是为野心滔天者利用。故
今日此地，我与3位将军不入会场，就在上方云上看着听着，尽我所能听君之请。愿仙盟昌盛，护道为众生。不少仙人同声呼喊：愿仙盟昌盛，护道为众生。李长寿点头称善，抬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3位被他叮嘱了半路的天将对着各处抱拳行礼，而后与李长寿一同驾云飞到了莲台正上方。李长寿凝了一片白云，搬出4张椅子，带着3位天将一同坐了下来。此时众仙所见，莲花台上飞天台，飞天台上凝云台。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天庭4位特使就坐在了燃灯道人后上方的位置，地位高低一目了然。李长寿甩了甩拂尘，声传万里：各位还请入内，先自行寻坐，咱们讨个吉利，西面能不坐就不坐。众仙轰然应诺，数万仙人驾云下行，落向莲花宝台3面。东面稍显拥挤，南北还算宽松，而正西方向原本坐着的那数百仙人大多面露犹豫，有小半站起身来，低头赶去其他方位。这拳拿得稳当，此身却未入局。但是李长寿同样注意到，燃灯坐在盟主之位上一言不发，此刻表情如常，自是早已经预料到这般情形。先时扫到了混在仙人堆中的白泽与酒屋，李长寿心底顿时安定了许多。有白泽在此，遇到危险也能预警，自是多了一层保险。仙盟大会举办地，场内热闹一阵，迅速安静下来。代表各方势力前来此地的仙人们，井然有序地坐在南北东3面。不知是李长寿此前算计好了，又或者是赶了巧了，3面的蒲团矮桌堪堪坐满，让原本被引去西侧的数百仙人想换位置都没了去处。这数百力挺燃灯的仙人，自是西方教一方故意派来此地，又故意提前表露立场。李长寿自然知道，定然还有更多西方教安插的奸细混在各处，他们等待着合适的机会，试图瓦解这个仙盟，又或者是在仙盟之中潜伏下去，另作他用。人心隔肚皮呀，就算李长寿和林娥反复审查，也无法确定此前10年间接洽的势力到底有没有西方教背景。相对而言，此次大会确实是有些仓促。按照洪荒正常的效率，比如当年那3教源流大会前的筹备大会，就搞了足足100年。且李长寿能够得到仙道势力情报的方法有限，对天涯阁较为依赖，于3000世界中根基太浅。待大莲台各处彻底安静下来，一名姿态端庄、衣着保守的女仙缓步登临飞天台，站在燃灯道人那巨幅肖像画侧旁。她轻启朱唇，温柔的嗓音传遍各处，宛若山泉叮咚，微风拂林，唇齿之间流出的每一个字眼都是那般的圆润饱满，话语不疾不徐，又让人下意识地去侧耳倾听。2个字：专业。就听这位女仙道：来自300多座大千世界的各位能人异士，奴家冰清月，幸得水神大人赏识，来为大家做个简单的引荐。云上的水神大人，咱们自不必过多介绍。今日各位能聚在此地，想必都曾与水神大人有过交流。以防各位不熟，咱们先介绍我身后这位盟主大人。言说之中，女仙拿出了一把小巧的折扇，在侧旁迈出2步，继续柔声说道：话自开天辟地时，灵鹫山中圆觉洞，咱们盟主大人修行得道，化形便是长生仙，自那一口世上仅有的灵棺之中睁眼，逍遥于远古天地，与各位大能大神通者结识交好，求真论道。这女子也是厉害，在她的口中，燃灯自远古时遨游天地间的情形，竟也能如此绘声绘色。
这些故事并非是杜撰，都是燃灯道人曾对旁人提起，或者是在上古典籍上有所记载的典故，被李长寿发动天庭仙神费心整理了下来，就当是给阐教一个面子，这般场合捧一捧阐教的副教主。燃灯坐在那儿静默不语，没有任何情绪表露，反倒是在飞天台下等候的赵公明此刻禁不住对李长寿传声道一句：这位女仙长庚你从哪儿请来的？还挺能说会道啊。李长寿淡定的一笑，传声回道：天涯阁中就近寻才。赵公明有些疑惑不解，又传声问旁边的吕月，毕竟在截教之中，没有人比吕月更懂天涯阁了。吕月一边忍着笑，一边对赵公明传声：天涯秘境中呢，才貌双绝的女子初次迎客前呢，都会有场介绍这女子的喜宴。这位冰清月就是主持喜宴之人，经由他这巧嘴一说呀，我们这些渡情劫者往往要花费着数倍、10数倍的灵石啊。赵公明仔细的一琢磨，禁不住嘴角抽搐几下。吕月又补充道：哎呀，师兄莫要介意，长庚只是见这位冰清月气质不俗，谈吐不凡，让他来做个开场嘛。咱们虽然跟燃灯副教主不对付，也瞧不惯的，那还不至于暗中占这般小便宜。不，赵公明摇摇头：师弟你还是不了解长庚。吕月有些欲言又止，想说自己跟长庚互为知己，但这般话到了嘴边又不好直接说明，毕竟打不过公明师兄嘛。